今天向我们投稿的网友，我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叫做什么呢？叫做土豆，是不是很可爱的名字？土豆呢，向我们介绍了他在上大学期间认识的另一个男生的故事。另一个男生呢，我们也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叫小庄，因为他说这个男孩长得高高壮壮的，不好取名字，我就取了小庄吧。庄子的庄，他说在大学下学期的时候，当时呢是在上某一节课的时候遇见了小庄。他们两个人虽然说并不是一个专业，但是呢，他们两个人是什么呢？是同学的其中的一门课程，所以说呢，在一个教室里上课。土豆第一次见到小庄的时候呢，他说小庄这个人长得比我高，然后呢比我壮，他的身高接近1.9米。小庄人家有1.9米，这不是我的理想身高，我的理想身高是185。土豆的身高呢是170，最萌身高差。说虽然说我们两个人来自不同的一个专业，但是呢这一门课我们经常是在一起上课，而且呢一周大概是要上个2-3次，所以说呢我们能够经常见面。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呢，土豆去晚了，一进教室，教室里几乎已经没有空位了。然后呢他就找了一个空位，正好呢就在小庄的旁边，挨着小庄，两个人就怎么着呀，就坐了下来。那天呢，小庄他可能有点感冒，然后呢一直流鼻涕。土豆听着他很难受，于是呢就把自己的纸巾给了他，说你擤擤鼻涕吧，或者说你擦一下。哎，小庄接过来之后呢，说了一声谢谢。他说没有想到，就是因为送了一个纸，接下来呢我们两个人就像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一样，打开了话匣子，就开始不停的聊天。通过聊天呢，两个人就知道了。你看他这是这么写的，写的很好玩啊。他说。虽然说我们来自不同的专业，但是我们的宿舍在同一栋宿舍楼，不同的楼层，不同的寝室。你要是真的想搞这个巧合，你别这么写。你说虽然说我们不是同一个专业，但一问没想到我们居然是同一栋宿舍楼，同一个楼层，同一个宿舍。我才知道原来他是我的舍友。什么叫我们虽然来自不同的专业，但是我们是同一栋宿舍楼，不同的楼层，不同的寝室？巧合吗？不知道。之后呢，就是两个人就开始聊天嘛。他说这个打开了话匣子，从此呢，小庄也就进入了我们土豆的这个世界里面来。他们在第一节课认识之后呢，他们就怎么着呀？就加上了 QQ。有的时候呢，他们两个人也会怎么说呢？也会在 QQ 上聊天。加到 QQ 之后呢，第一次说话呢，是因为这个小庄呢就在 QQ 上给土豆留言，说明天我要去上课，你如果到得早了的话，你一定要给我占个位置。然后土豆一听，行啊，到时候呢我给你占一个位子。之后的一些日子里呢，他们两个人就总是坐在一起上课。在一起上课的话，当然这个关系也就越来越好，这个情感也就越来越深厚。对，他说，土豆说，但是我只是把他当成普通的朋友。但是呢，就在当时，我想土豆他就已经知道了自己的这个取向了。他的取向呢是 gay。小庄的取向呢是高人家可能是个直男吧。所以说呢，在当时可能土豆他的这个心里虽然说对于小庄并没有太深切的那种爱情啊，或者是说喜欢吧，虽然只是普通朋友，但是我相信他是有一点点好感的。有一次两个人在一起上课的时候，两个人就聊天说话，土豆呢就向小庄八卦了一件事情。土豆就告诉小庄说，我的同班同学，就是说这个有一个同班同学经常去我们宿舍，因为我们不在一个宿舍，他经常来我的那个宿舍，然后呢去找我们班的另一个男生，有的时候还趴到人家床上。那个男生呢就嫌他腿毛太长扎人，就让他推下去，然后呢他就不下去，怎么样。小庄听到这个小八卦之后说，啊，那你那个腿毛长的同学他不会是个 gay 吧？土豆说我觉得不会，因为他们两个人都是有女朋友的。对，就是这是他们两个人第一次聊到了就是性取向的这么一个问题。然后呢，没过多久，大概就是还是这个学期的5月份呢，小庄他交了一个什么呀？交了一个女朋友。土豆说，我有时候呢经常能够看到他们两个人在这个食堂里吃饭，因为他交了女朋友之后呢，原本属于土豆和小庄他们两个人之间的一些事情呢，就不能说事情吧，时间原本属于他们两个人的一些时间呢就被压缩了，见面的时间呢也就怎么说呢，也就变得非常的少。土豆说，但是我们两个人还是好朋友，没事呢就会在这个 QQ 上聊聊天。有时候呢，土豆会主动去小庄的宿舍找小庄聊天说话。有一次去的时候呢，小庄宿舍里的一个舍友，人家已经躺到床上了，可能已经睡觉了。土豆呢到了之后呢，就跟小庄聊了会儿天就走了。但是没有想到呢，这个他刚到了宿舍，洗漱完刚躺床上，小庄就给土豆发了一个消息，
大意就是我的那个舍友特别反感你去我的宿舍，因为他觉得你打扰到他了，不行的话你以后就别来我们宿舍了。土豆说这件事情我很害怕，因为我怕因为这件事情，然后呢他疏远了我，所以说呢，就是惴惴不安嘛，挺不开心的。但是呢，虽然说以后再也没有去过他的宿舍，但是呢，他依旧是这个心里不那个什么，他生怕两个人就怎么说疏远了。但没过多久呢，他们两个人还是好在没有影响他们的感情，还是玩的特别特别的好。后来呢，一直大概到了从大一的5月份，一直到了大二期末的时候，小庄呢和他的这个女朋友就怎么着了？和他女朋友就分手了。刚刚分手那一段时间呢，小庄的精神状态特别不好。然后有一次呢，小庄就找了土豆说咱俩聊聊天吧什么，聊着聊天，小庄呢他就哭了，他就哭了。土豆说，说实话，在他俩分手之前的一段时间，他就总是向我抱怨他的女朋友，我呢会多多劝他去包容包容对方。但是呢，自从他分手之后呢，他就会有很多时间开始陪我了，然后我们两个人的关系呢就更好了，就一日千里吧。对，他说这个大二下学期之后呢，小庄几乎是每天都会去找土豆这个上晚自习，然后两个人呢会找个空教室，两个人一起学习，一起聊天，一起交谈。这个到了他稍晚一点，比如说晚上9点半之后呢，怎么着，两个人就会从教学楼里出来，有的时候呢还会一起去操场上跑步。小庄说跑步呢能够舒缓我们一个人的坏心情，或者说缓解我们的坏心情，释放压力。所以说呢，小庄呢就特别喜欢带着土豆跑步。土豆呢，他也属于那种就是可能有一点点的小事情的话，自己老是往心里放，老是会这个犹豫的那种人。所以说呢，他也会带着和小庄一起出去跑步。土豆感觉小庄是那种特别被别人的坏情绪所左右的那种人，所以说呢，土豆也不会主动的再去向小庄抱怨或者吐槽一些负面的东西，因为他觉得不喜欢别人做自己的垃圾桶。对，跑完步之后呢，两个人在一起回宿舍。土豆对小庄的变化呢，大概就是从大3的这个下学期开始的，大3下半学期的一个暑假。那个时候呢，小庄经常去土豆兼职的这个食堂窗口吃饭。当时呢，土豆在一个食堂的窗口当兼职，可能给人打饭呀怎么着的，小庄呢就经常去光顾他的那个窗口嘛。然后呢，等大家都差不多之后呢，他这个兼职也就没什么事了，他也就会拿个饭，然后和小庄坐在一起，两个人呢总会坐在一张桌子上面对面的吃饭。后来呢，就一直到了暑假。暑假的时候呢，土豆当时没有回家，可能他觉得自己要学习啊，或者怎么样，也可能是确实不想回家，在这里找个工作呀等等的，没有回家。那段时间呢，他也没有跟小庄聊天，他觉得小庄肯定已经回家了。但没想到有一天，土豆在这个学校里散步的时候，碰到了小庄。看到小庄呢拖着行李，土豆就问他：“你这是干嘛呀？我以为你回家了呢。”小庄说：“没有，我是在这个校外租了个房子，因为我要考研嘛，所以说跟别人合租了个房子，我正在搬行李。”于是呢，土豆呢就帮着他搬行李。搬完行李之后呢，天就已经很晚了。小庄说：“来吧，你在我这儿住一晚上，也别回宿舍了。”因为呢，当时刚刚放假，学校里的同学有的走，有的还没走，就学校也没有查这个寝室，也没有查这个查寝，也没有说那个什么，可能等过一段时间才会重新查，大概就是这样。他就同意了。那天晚上呢，他们两个人在一个那个什么。后来呢，期末考试考完了最后一科之后呢，土豆说我就清闲了许多。有的时候我们会在晚上骑着共享单车溜达，然后呢去海边吹吹海风，听着路边聒噪的蝉鸣。暑假开始后的前3天晚上呢，土豆和小庄两个人是住在一起的，因为呢他经常去小庄的那个出租屋里住。他说我们在同一个屋子里住，然后同睡一张床。从第4天开始，学校就开始这不允许夜不归宿，就开始查寝了。所以说呢，土豆就又回到自己的宿舍里睡觉了。但是呢，虽然说他回宿舍睡觉了，他们两个人呢依旧还是在校园里见面、吃饭、散步、游泳等等。一直到了快开学的前几天，那个时候人员流动比较大，大家的这个作息也就混乱。那几天学校它是不查寝的。土豆就在那几天又能去小庄的出租屋这个过夜了。直到了这个正式开学之后呢，土豆才回去自己的宿舍睡觉。土豆说，在和他同床共枕、同床共眠的时候呢，两个人总会在关了灯之后聊天。有的时候可能屋里的灯都还没关了，土豆呢就已经躺到床上，可能快睡着了。小庄就说：“我真的很羡慕你，没有想到你居然，怎么说呢？没有想到你居然睡眠质量居然这么好。”所以说呢，一直到后来的很多的时候，小庄呢都会去调侃他：“你这睡眠质量怎么样？你到了我出租屋，睡眠质量没想到那么好。”
有一次呢，土豆在小庄的出租屋里的时候，小庄接到了自己妈妈的电话。然后呢，这个一边接电话呢，小庄就拿着手机照到了土豆，说：“你看，这是我的好朋友，他来我这个出租屋里玩了。”妈妈呢也很热情，就跟土豆说：“呀，你是我儿子的好朋友啊，有时间一定要来我们家玩啊，我们家真的特别的好玩，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事情吧。”土豆说：“真的，我还是很想去他家玩的，我也想体验一下农村的生活，只不过后来的一些时间一直都没有去成。”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呢，总会在晚上喝点酒，吃个花生米，有的时候呢喝点白酒。土豆人生中的第一杯白酒，第一口白酒就是在小庄的出租屋里喝的，也许这是他值得纪念的一些事情吧。土豆说，有的时候呢睡觉的时候我会搂着他，但是他不让我这样，因为他觉得这样不得劲儿，不舒服。土豆说，有的时候我想趁机偷摸他一下，但是一直没有下手。小庄呢也总是跟土豆开玩笑说那个。你老这样不舒服，像个 gay。土豆说：“放心吧，我会让你这个喜欢上男生的。”小庄就骂他说：“滚蛋吧你！”土豆说：“说实话，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喜欢上了他，我暗恋他，我不甘心只和他做朋友，我想跟他处对象，但是我还是不忍心，因为他告诉我他是直男。有一次呢，晚饭之后，我们两个人骑着共享单车去海边，在海边，我把我的头靠到了他的胸口上，然后用深情的眼神望着他。”小庄就惊讶地看着土豆说：“你太恐怖了，你不要这样。而且呢，我觉得我肯定不会喜欢上你，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喜欢我。”土豆说：“我能怎么说呀？我只是嘴硬的说，这只是朋友之间的一些相处，只是朋友之间的一些相处。那来吧，各位同学，你们觉得这是朋友之间的相处吗？啊，来举手回答，这怎么可能是朋友之间的相处呢？”日子一天天的过。很快的就进入了大4的上学期，10月份。10月份开始之后呢，他们两个人的学习也就更加的这个怎么说呢，紧张了吧。两个人呢都会去图书馆学习，每天呢土豆都会发消息叫小庄起床。他说我每天都叫他起床，他会给我发消息回应。我们会先在食堂吃饭，然后呢饭后在校门口散步，然后呢再去图书馆学习。然后距离考研前的1个月吧。这个土豆在食堂的那个兼职的工作给丢了，他特别的不开心。于是呢，他就想向小庄倾诉，但是呢，小庄也很不开心。小庄说：“那个，我觉得成年人我们不要总是有了负面情绪就向别人去发泄，你会给别人造成一些的什么呢？一些的困扰。”然后呢，那段时间小庄的心情也不好，也许他觉得土豆把自己的负能量或者说一些困扰的事情传给了自己，自己也会感觉到非常的不开心。但是我觉得很有边界感。真的很有边界感，非常有边界感的一个人。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么多的直男节，全部都是直男的小把戏。但是这个不属于直男节，我觉得这个属于是小土豆爱上了小庄，但是小庄呢和他只是好朋友关系，一直分寸把握的特别的好。而且呢，小庄的这个边界感也特别的强。即使是再好的朋友，我们也不能遇到任何的事情去，对吧？也不能遇到什么事情就去把负能量传递给他，或者说把负面情绪传递给他，会很伤害他的。此后的1周呢，土豆都没有看到小庄来食堂吃饭，两个人也几乎不在一起吃饭了。但是呢，这期间偶尔土豆会给小庄发个消息，说怎么样，小庄呢偶尔也会回应一下。一直到了大概1-2周之后的一个晚上，小庄主动发消息问土豆说：“那个要不要一起去食堂吃饭？”土豆说：“我受宠若惊了，我俩已经好多天都没有见面了，所以说呢，我就痛快的答应了。食堂见面之后呢，我就很开心。小庄就问我说：‘你为什么这么开心？’土豆说：‘当然是看到你，我就很高兴了。’后来考研结束之后呢，土豆和小庄两个人又在那个出租屋里住了个4-5天左右吧。4-5天之后呢，房租也到期了，各自拿着东西就回家了。那段时间呢，小庄就问土豆说：“放暑假了，咱们两个人是放暑假还是放寒假？”他这儿没有写，应该是放寒假，上学期应该是寒假。他说那个什么，咱俩不是放寒假了吗？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不行的话，我们两个人就一起出去进厂打工去吧。土豆呢就拒绝了，他说那个我已经大半年没有回过家。不是很多年 ，sorry 口误，说我已经大半年没回过家了，很想家，我想回家。所以这次的这个打工之旅呢，土豆和小庄呢就没有在一起。后来呢，寒假匆匆的过，马上呢就到了大4的下学期。返校的前一天呢，他们两个人早的到了上学的这个城市，然后呢找了一个酒店住了1晚上，两个人订了同一个屋，双人床。那一天呢，小庄洗完澡之后呢，就平躺在床上，可能在看手机或者怎么样，土豆呢突然就趴到了他的身上。小庄说：“
你干嘛？他说大声的问我干嘛？我说我只是吓唬一下你跟你闹着玩。然后呢，我就回了自己的床上。第二天中午我们就返校了。小庄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边界感的人，真的很清醒的一个人，是个好人。他说这个有一天呢，也就是大四下半学期开学之后呢，有一天晚上，两个人呢在逛这个商场的时候，也坐着那个手扶的电梯往上走的时候吧，他们前面呢就站了一对情侣，然后土豆就看呆了，然后就回过头来问小庄说：“你看我们两个人在一起是不是很像？”但是当他还没说出口的时候呢，这个小庄呢啪叽就打断了他的话，说：“那个不像，你别说了。”土豆说：“我本来想说的是咱俩站在一起像不像情侣，没想到我就被他给这个打断了。”后来呢，也是我一直在轮番的去试探小庄，所以说呢，这个土豆说，后来我俩又去教室整理这个毕业设计的时候，结束之后呢，往宿舍的路上走，然后我就说了一句：“小庄，我爱你。”小庄说：“你真恶心呐，你太恶心了。”就是他不停的试探，小庄呢也给予了正面的回应。这不是我说的正面的回应，不是因为骂人叫正面的回应，而是人家这种坚决的态度是正确的。我很喜欢这样，就是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黏黏糊糊的人不行。我是一个爽快，我是一个特别爽快的人。我一看到别人黏黏糊糊的，我就特别生气。他说还有一天晚上呢，两个人从教室回这个回宿舍楼的时候呢，路过操场，小庄呢就告诉土豆说，那个有一天这个他看见在操场上有两个男孩在接吻。土豆说：“我表示很震惊，因为在土豆的这个印象当中，他觉得如果是 gay 的话，他们会怎么着隐藏起来？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土豆从来没有见过 gay 的这方面的东西，只是在网上看到过。所以说呢，他就觉得就真的特别的神奇。也许这也就点燃了他这个心中的一些某个地方吧，对吧？某个地方吧。所以说呢，之后总是在一起走路的时候，土豆会有意无意的挤一下小庄，两个人本来走到路中间，土豆就挤，就把他挤到最边上了。小庄每次就会告诉他，我都没地儿了，你别挤了。土豆说，因为我想跟你走，你对我的吸引力太大了，所以说我不自觉的我就靠近你了。土豆说，其实当我和他熟了之后呢，我对他会有一些小动作，比如说轻轻的捏他的后脖子，搂着他的脖子，有的时候呢拍他的屁股，仅此而已，没有其他动作。听清楚，这仅此而已，没有其他人。接下来他说，有一次在他的出租屋里，我搂着他的脖子，我们两个人看同一本书，我凑近他的脸，他说不要离他太近，于是我就趁他不注意亲了他一口。他告诉我说，你太可怕了。确实蛮可怕的，真的蛮可怕的。土豆说，和他走在外面的时候，我有时候特别喜欢挎着他的胳膊，他很反感这样，真的很反感，很多男生都很反感，包括我也很反感。你突然挎着我的胳膊，我会很不舒服的，我就会把他之前有一个人跟我走这么错。早上突然挎住我胳膊，滚！我就是这样的，每次我也会挣脱。当然，小庄呢，他也会挣脱。土豆有一次呢，尝试着去牵小庄的这个手，小庄就攥紧了拳头，说只有男女才会牵手，两个男生之间牵手，别人会怎么想呀？对吧？还有一次呢，土豆说我想亲他的嘴。Oh my god！ 大家觉得这样好吗？不好的，对不对？完全不好。想亲他的嘴，但是呢，他用胳膊拦着我说你太吓人了，你不会真的是个 gay 吧？土豆只好停下动作说：“当然不是了。”小庄对于 gay 的这种感觉来说，他其实不歧视，他很包容。但是呢，他也不喜欢，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土豆说，也就是因为他的包容，所以说呢，我跟他的友情才没有破裂。小庄总说自己是直男，他还会问土豆说：“你是 gay 吗？”等等的。土豆说：“我虽然嘴上说不是，但是我的表现就是很 gay。有时候他说我 gay 里 gay 气的，有时候我对他有亲密的动作的时候，他就说：你这样的话会让别人以为是两个 gay 在谈恋爱。”土豆说：“说实话，我很喜欢他，我也曾经幻想过和他亲吻的场景，但是我知道这是不能实现的，肯定不能实现，实现了就疯了。”接下来呢就是最后了。最后土豆说，大学期间多亏有了他，让我的大学生活更加的充实，而不至于单调。土豆有时候在想，如果大学的时候没有遇见小庄，他说他都不敢想象自己的大学会有多么的孤独。大学时期和土豆关系最好的只有两个人，其中一个就是小庄。小庄是他的学习搭子、吃饭搭子、游泳搭子、散步搭子、聊天搭子、逛街搭子 and so on。2024年毕业前夕，他们两个人呢穿学士服拍了合照。毕业之后呢，两个人几乎也就见不到面了，只能通过微信联系。24年7月初，两个人毕业离校的最后一周，他说我们两个人各自回到了各自的家里，他给我视频通话。我问他以后我们能不能在一起，我们在一起吧，他拒绝了。他拒绝之后呢，土豆就跟小庄说，我是真的很喜欢你，我真的特别喜欢你。小庄说，那你能给我生孩子吗？我刚刚在整理这个稿子的时候，我突然被这句话
被这句话给笑到了，我笑了半天，因为他说你能给我生孩子吗？就好可爱，你们不觉得这句话特别可爱吗？之后的日子里呢，两个人也会谈到大学的时光，有的时候呢，土豆也会夸小庄帅，说很想念他。小庄说，如果你再这么说，我一定觉得你是个 gay。土豆说，我很怀念我大学4年的时光，最重要的原因是怀念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他说他很怀念租房子的那几个月。其实我也很怀念我在他出租屋的时光，和那年暑假和他一起听着蝉鸣，一起面对面在食堂吃着小盘菜，一起讨论学习，一起看校园里的流浪猫，一起吹着海风，一起望着海浪拍打礁石激起的滚滚浪花。在那个闷热的夏天，有了治愈的救赎。每当我在网上看到有人在海边的照片时，我就会回想起那年的暑假，我多么希望时间能够静止，一直停留在那个时候。我多希望时间能够倒流，回到那个暑假，那个和他在出租屋里的时光。可惜的是，前2个设想永远无法实现。时间的车轮滚滚向前，人和物被淹没在了岁月的尘埃当中。故事被隐匿在历史的角落里，记忆被时间洪流慢慢冲淡，朝花夕拾也失去了原有的味道。假如我再回到大学校园或大学所在的城市，也会深深的感叹物是人非，我也只不过是在刻舟求剑。有的时候土豆会翻看他们2个人以前的聊天记录，重温和他在一起的时光和大学的时光。他说，我们上学的时候几乎每天都互发消息，毕业之后虽然说发消息发的少了，但是呢偶尔还是会有一些互动的，会和他分享一些有趣的事情，他有的时候也会和我视频通话，我们2个人也只能保持着朋友的关系，才会让这段关系更长久。我庆幸没有在大学期间和他做出越界的行为，要不然我可能会失去一个好朋友，甚至还有其他不良的后果。